上一期中说到，和之国篇最重要的人物，同时受到白胡子、罗杰、红发青睐的和之国第一奇男子关羽玉田终于登场。此人天生就是武士，拥有近乎无敌手的体术，以及足以迷倒万千少女的雄性荷尔蒙。小混混警卫们从山贼那里偷来小白猪，带到花之都，准备和同时混混的传次郎一起卖掉，结果引来母猪。这只如同小山一般的巨型野猪，瞬间就摧毁了数栋建筑，在都城内掀起不小的灾难。所有人都在逃命，只有关羽玉田立于屋顶，看着母猪大肆破坏。看够了，他找到警卫们和传次郎，让他们将小白猪送给自己。警卫们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自己还用小白猪换钱呢。这是个典型的要钱不要命的主。即便心里很清楚，因为这么一只小白猪，很可能整个都城就要被毁灭，但他还是固执的把小白猪从玉田的手里夺过来，嚷嚷道：“这可是能换来100斤的猪啊！那是一大笔钱，还清所有债务之后，剩下来的钱留在手里，还能去赚更多的钱。这样一个相当于白捡钱一样的东西，警卫们不可能轻易放手，即便是拿都城所有人的生命做赌注，也在所不惜。”传次郎看到关羽玉田后，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双眼泪流不止。在和之国，谁没听说过关羽玉田的大名？简直就是特立独行、孤高个性的代表人物。这是年幼的传次郎最尊敬、最崇拜的男人，没有之一。大白猪踏过山林，冲进都城，一口就能直接吃掉一个房子，简直就是灾难。兵五郎带着手下们围了上来，打算和大白猪拼命。有人在都城的角落里找到了警卫们，和警卫们产生争执。这人主张将小白猪放回山林，但是警卫们舍不得这到手的巨款，死活不肯。这人慌了，急急忙忙地说道：“山神来了！”闻着小猪身上的味道追过来的，身上沾着小猪气味2个同伴已经被山神给吃掉了，你的相好阿贺也被吃了。这下子警卫们慌了，原来这个人是当时捉住小白猪的山贼一伙。小白猪被警卫们偷走后，这群黑帮分子来找警卫们算账。为了逼出警卫们，他们绑架了阿贺，想要追出警卫们的下落。结果山神找到了他们，一口一个小朋友将他们全部吃掉了。警卫们这时终于顾不得到手的100斤巨款，丢下小猪向都城的方向追了过去。警卫们身上的小白猪气味引起了大白猪的注意，他拦在大白猪前面，拔出自己的武士刀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阿贺的身影在自己的眼前不断回放，每次自己偷钱被人发现，阿贺都会替自己道歉，并将欠款还给对方。阿贺经常劝自己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做，不要再做小混混了，否则说不定哪天就被人砍死在路上。把阿贺还回来！警卫们大吼一声，冲过去，一刀捅进大白猪的巨大鼻子里。大白猪吃痛，一甩头撞毁了旁边的建筑。警卫们巍然不动地站在上面，接着他再次刺出一刀，捅进大白猪的脑门上。大白猪一甩头，将警卫们甩了下来。周围的人劝警卫们收手，因为书上记载，得罪了山神，和之国就要被毁灭了。警卫们大吼一声：“看我把你的肚子抛开！”大白猪一鼻子撞过来，将警卫们重重地撞进旁边的一片废墟之中。警卫们浑身是血，躺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大白猪一扭头，慢慢离开。阿贺，如果你因为我而死，那我也不活了。警卫们看着天空，眼中充满绝望。玉田站在一边，饶有兴趣地摸了摸下巴，感叹道：“那小子真有骨气啊！”警卫们伸手去拿自己的武士刀，却发现近在咫尺的刀怎么也摸不到，自己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了。这时，一个如同曙光般的声音在一边传了过来：“你在找这个野猪吧？不如做个野猪火锅吧。”周围的都城居民看到玉田手中捧着的小白猪站在野猪面前，大家瞬间被点燃了怒火，纷纷用石头去打玉田的脑袋。大家以为是玉田将小白猪带进都城，引起这场灾难，大家都喊：“滚吧！为什么做这么过分的事情？把我的家人还回来！”玉田咧嘴一笑，丝毫不在意。只有警卫们躺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因为他清楚是他一时贪念引来了这场灾难，和玉田根本没关系。巨型白猪张开血盆大口奔向玉田。玉田将小白猪一丢，拔出天宇鱼斩和炎魔，脸色沉了下来。玉田2刀流，桃园白龙。只见玉田双手用出武装色霸气，一眨眼之间，一道刀光闪过，巨型的白色野猪瞬间被劈成了2半。周围的人发出尖叫，他们没想到流氓地痞出身的关羽玉田这么牛逼。有意思的是，野猪被劈开2半后，被他吞进肚子里的人们全部出来了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身亡。当然，警卫们的青梅竹马阿贺也平安归来。这个野猪好像光吃不消化。玉田潇洒地站在屋顶，满脸笑容。这一刻彻底征服了警卫们，这个男人太他妈帅了。那些误会了关于玉田的人从心底里对他产生敬佩，他们想向玉田道个歉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警卫们站起身，想和大家说明事情的真相，玉田却一拳头将他打晕。笨蛋，别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了。这时，玉田的父亲，也就是和之国将军光月寿喜烧的断绝父子关系的信件也送到了。玉田看完了信的内容，潇洒的哈哈大笑。这一下，花之都终于容不下我了。断得好，
正好换个地方混，天黑了我就走到哪儿睡到哪儿，天下之大，岂能没有我容身之处？玉田潇洒离开的背影让警卫们敬佩又激动，他俯伏在地，哭得稀里哗啦。那个男人值得自己为他赴死。警卫们这边哭得死去活来，传次郎已经背上行李，跟在玉田的身后了。警卫们一看不甘落后，跳起来追了上去。实际上不止他们，所有看完整个事情的男人都有着想要追随玉田的冲动，但他们受家庭世俗的牵绊，只能强忍着躁动的心。玉田就这样被自己的父亲赶出了花之都，流放到了九里。路过白武的时候，白武大名双月康家请玉田到府上做客。这时候的大蛇还只是康家的一个小门童而已。大蛇点头恭背地走在玉田身后，看见地上有泥坑，他也毫不犹豫地扑到泥坑里，请玉田踩着自己的背走过去。这个男人太可怕了，越是这种过分献媚的人越可怕。他们的笑里堆满了笑，心里却藏满了刀。大蛇就这样蛰伏在康家府上，悄悄等待翻身的时机。而玉田看到大蛇的第一眼就对他印象极坏，这个家伙不论怎么献媚，都让人觉得十分恶心。这时候的九里是一个无法地带，据说有一个名叫阿修罗童子的怪物住在这里，率领当地的黑道逃犯，如果逃到九里，上面的人就管不着了。没有实力的人来到九里的话，只有等死的份儿。这里就像是另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样，是彻头彻尾的法外之地。玉田在康家的府上住了几日后，向他告辞，向九里赶去。玉田刚离开，水濑就惨叫着跑过来报告，玉田他们住过的房间就像被导弹炸了一样，混乱的一眼都看不出来是个人住的地方。阿康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算了，就当作是天灾了。”阿康想拿出一部分钱来自费维修一下屋子，结果却发现钱柜也空了。旁边的大蛇搓搓手，满脸堆笑地说道：“我刚刚有看到玉田他将所有的钱都拿走了。”老康的手下一听就火了，果然是那个家伙，好心留他住宿，居然恩将仇报。老康怀疑地看着大蛇说道：“如果真是玉田那个家伙，他会光明正大的把钱拿走的，你真的看到了吗？”大蛇满脸堆笑的跪下来，一口咬定就是玉田拿走了钱，而且是自己亲眼所见。老康没有再说什么，玉田带着2个蛇的小老弟一路走，一路观赏各种风景，将所见所闻用日记记录下来。在林后，他们遇见了一对落难的小兄弟，他们都饿着肚子，拼命的给人表演，以换取食物和钱财。这2人，一个是后来的白胡子海团16番队队长乙藏，一个是他的弟弟菊之诚，也就是女装大佬小菊。2人想通过卖艺赚钱，但镇上的人都很冷漠，不断的将他们拒之门外。结果这2个小鬼自然而然的也缠上了玉田。一行人继续赶路，经过西美的时候，又遇上了一个变态。无论路人是生是死，这个家伙都会扑过去，砍了人家的头发就跑。真实身份是一个用头发做毛笔卖钱的大变态看侍郎，他盯上了玉田等人的头发，结果被玉田一拳头打服，也成了玉田的小弟。丛林深处的兔井传说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山贼，拦路劫道，顺便杀人，女的抢走，男的就打个半死。他的名字叫做雷藏，是原来光月家玉庭藩主的忍者。这家伙一眼认出了玉田，哭着跪倒在玉田面前，求玉田带上他。玉田虽然满脸嫌弃，但是也不好拒绝，只能答应下来。玉田一行人经过数日的长途跋涉，终于来到了不法地带九里。这里是阿修罗童子的地盘。阿修罗童子听说将军的儿子玉田来了，兴奋的不行，马上命令手下将他抓过来，自己要将他杀了，给自己下酒。关于玉田一听有人要杀自己，也很开心，提了2把刀，直接一个人去挑战九里的山贼团。玉田双刀在手，冲入人群中一顿扫荡，将阿修罗童子的手下干掉了一大部分。阿修罗童子一看就怒了，与玉田站在一起，看我杀了你，玉田！有本事就试试。结果可想而知，玉田一招2刀流将阿修罗童子击倒。等到警卫们等人赶到九里，想要帮助玉田的时候，他们看到地上四处躺着九里山贼团的人，而山贼团的老大阿修罗童子居然被玉田坐在屁股底下。抱歉啊，我用了1天1夜，终于把这里搞定了。阿修罗童子当然不堪这样的屈辱，嚷嚷着让玉田杀了自己。反正这个世界就这样了，也没什么好留恋的。玉田突然在脑海中迸发了一个想法，他不仅要收服九里的地痞流氓，还要收服所有人。人们不都说九里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吗？那就把九里建成人住的地方好了。几个月之后，关爱玉田统领九里暴徒，将九里从地狱改造成了人能生活的乡镇。这条新闻占据了和之国日报的头版头条，传遍和之国的大街小巷。关爱玉田的人气瞬间激增。因为这件事儿，光月寿喜烧和他恢复了父子关系，并且授予他九里大名的称号。玉田成为大名，就不再是所谓的山贼头子或者地痞头子了，而是真正的有了称谓和官职。那么一切也都要步入正轨。阿修罗童子看着一片繁荣的九里，感动的热泪盈眶。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和平繁荣的九里。谢谢你，玉田。玉田一脚踹过去，你小子恶心死了！做上大名就需要家臣，
比起花之都派来的那些老派的官僚，玉田更喜欢让警卫们他们待在身边。于是他正式向自己的这些小弟们发出邀请，请他们成为自己的武士和家臣。6年以后，也就是距今33年前，腾云在大海上风生水起的洛克斯海贼团被毁灭，其残党各成一派，召集船员，不断扩大名声，逐渐雄霸一方。这一天，玉田在海上捕捉晚餐，结果撞见了酒里的居民在火烧3只动物。玉田以为是什么好吃的，结果凑过去一看，3只动物都会说话，这还了得！玉田上去就把那些居民暴揍一顿，将3只动物救到了自己的家里。3只动物分别是鱼人族河松、毛皮族的毛腹蛇、毛皮族的犬蓝。玉田从父亲那里听说过毛皮族，那是和光月家族交好的一个动物种族，既然是兄弟族，那么救下他们就没毛病。玉田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，好吃好喝招待。毛皮族他认识，但是河松这个没毛族他就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河松看玉田不是坏人，于是将自己的遭遇全盘托出。原来他是鱼人族，和母亲漂流到这个国家后，因为是鱼人族，被人又打又骂，没有人帮助他们。后来母亲受了伤，眼看就要不治而亡。临别时，母亲告诉河松，人类对鱼人族充满敌意，所以见到人就说自己是河童，这就是河童河松的来历。玉田通过这次神奇的相遇，结识了鱼人族、毛皮族。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没见过的生物。从前就对出海抱有极大兴趣的玉田，对海外的好奇心越来越重，于是他开始准备下次出海了。看着屋里越来越多的跟随者，玉田陷入沉思。传次郎在一边抱怨道：“这都不重要，关键是我们没钱了。为什么你总是擅自借钱给大蛇那种人？”玉田很无奈，虽然他们和大蛇也不熟，但是念在大蛇是康家门童的份上，只能把钱借出去，就算是卖给康家一个面子吧。因为没钱，玉田又劝不动，于是警卫们等人合起伙，瞒着玉田偷偷去偷康家的钱，结果被康家发现。康家看着眼前这群奇怪的家伙，表示无可奈何。得知他们偷东西的真实目的后，康家将他们偷的那些东西全部送给了他们，同时又额外赠送了一点钱给他们。康家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喜欢玉田，就用这些钱整理一下仪容仪表，学学礼仪，买些书，掌握点学问。你们这些混混一样的家臣，只会让玉田蒙羞。那个家伙有一天是要成为和之国将军的男人，辅佐他的人也必须是和之国第一武士才行。3年后，距今30年前，当玉田带着警卫们等人再次回到花之都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气魄、身上的气质已经大变样，再也不是那群游手好闲、流里流气的混混组合，而是一群庄重威严、自带气场的真正的上流社会的团体。每个人训练有素，气宇轩昂，让花之都那些百姓刮目相看。当玉田等人离开九里后，九里海滩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登陆和之国帆船的海贼团，为首的正是前洛克斯海贼团的船员爱德华·纽盖特。白胡子海贼团登陆和之国了，注定要和玉田发生一些故事。